我在奈何桥熬了500年孟婆汤，10几万鬼魂喝过我的汤，走入轮回，直到这一天。见鬼就该有见鬼的命，你们也配投胎？我娘是孟婆，整个地府都得听我的。他不知道，他引以为傲的娘亲，不过是500年前被我亲手逐出神位的侍女。魏真祖，贱人，不知道我对幽灵草过敏吗？谁让你在里面加这个的？承载着无数亡魂转世的希望，全毁了。野鬼岭10几万亡魂都等着这锅汤，你准备怎么赔？赔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上任孟婆在凡间历练时诞下的亲生女儿，身负功德无数。你一个冒名顶替我娘亲的贱人，也敢口出狂言！鬼差呢？立刻把他丢去18层炼狱！苏小姐，可是又有什么不长眼的鬼惹到您了？就是这个新来的贱婢，不知道用什么法子买通了地府，顶替了我娘的神位。煮汤还故意加幽灵草，害得我起了一身疹子。苏小姐乃孟婆之后，你冒犯了她，罪不可恕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地府的灵气对你没用？这贱人既有本事顶替我娘亲的位置，定是爬了官差的床。身上沾染了阴德，灵气自然无用。见鬼，这种安杂东西也要喝，真是没见识。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该死的贱人，居然敢打我！你不想活了吗？你待如何？你以为你会些术法就了不得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地府究竟是谁说了算？谁伤了你？他冒充我母亲在野鬼岭熬汤，还出手打我。宁叔叔，你可得为我们报仇啊！原来是他，当年3跪9叩求我收留的看门童子，我心软提拔他做了判官。他与那婢女孟婉歌关系确实不浅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公然违背地府法则，替这些贱魂投胎转世？我记得，凡无债虐之鬼皆可投胎，他们为何不能？胡说八道！这些不过是无主的孤魂野鬼，投胎转世，自然是优先那些身负功德之人。这条规矩是我母亲定下的，王公贵族地位高尚者先投胎，低微卑贱的平民后投胎。像他们这些无人供奉、一根香火都拿不出来的野鬼，不可投胎。怎么？难道你对我母亲的话有异议吗？我一手调教出的官差，本以为能替我管理好鬼界，现在看来，我错得离谱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只要你跪着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自己跳进炼狱，我就放你一马。
姑娘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他们官官相护，你帮不了我们的。多嘴！明叔叔，他一个普通剑鬼，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强的法器？定是他偷来的。对了，我记得我母亲之前经常把玩一样宝物，和这柄如意一模一样。你没记错，这真的是你母亲的。没错。好个窃贼，归来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乖乖向我磕头道歉，再把偷走的法器还回来，我就让明叔叔饶你一命。这如意是我亲自去南海采矿时打磨而成，何时成了孟晚歌的？地府竟乱成这样，你们还真是会管理。大胆贱民，吾乃阴司判官，掌管所有鬼魂生死轮回。你冒犯孟婆之女，又偷盗其法宝，罪不可恕。众官差听命，立刻将他拿下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还干了些什么事。落！去，把他拿下！贱人，以为你有多厉害，还不是被我制服了？走吧，瑶瑶，押着他去阎罗殿领罚。苏小姐，判官大人，什么风把您二位吹来了？诸位阎罗去哪儿了？大人们去瑶池赴宴了。二位有什么事儿，吩咐我们就行。这个贱人欺辱了我，麻烦你们写张罪过条，将他打入18层地狱受罚。苏小姐，阎罗大人们最忌讳误判，要是被知道，小的们怕是要丢了工作。你们倒是越来越会办事了，居然连我女儿的面子都敢下了。终于舍得现身了。不知孟婆驾到，是我等逾越了。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那个贱人方才差点打死我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孟婆大人，这不过是个卑微的贱民罢了。我女儿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轮得到你们多嘴？可阎罗大人那边，一群没眼色的东西！我抓了只欺上瞒下的野鬼，欲将其投入18层地狱受刑，特来请示。看见了吗？阎罗大人们同意了，娘亲和他们是旧交，他们才不会违逆娘亲。你们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吧？只要是看不惯的亡魂，就直接打入地狱，不论其生前是好人还是恶人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十殿阎罗是我故交，判官是我友人，
这地府如同我的后花园，别说只是下炼狱，便是我要你永世不得翻身，也无人敢说半个字。要怪就怪你生来低微，怨不得旁人。给你们1刻钟，立刻回来。你疯了吧？你以为自己能跟我娘亲一样联系到阎罗大人吗？东施效颦。不过是个低贱的小鬼，何须你们亲自回来处理？我下凡这么多年，多亏了你们帮我护着瑶瑶。等将这贱人打入炼狱，咱们刚好聚聚。阎罗叔叔们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贱鬼假冒娘亲在野鬼岭煮孟婆汤，还偷了娘亲的法宝，人家差点被他欺负死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什么能传音至9重天？神本无相，我如今这张脸是幻化过的，他们认不出也正常。鬼界初见时，我手把手传授他们仙法，甚至渡入本源之力。数千年过去，法力竟不进反退，可见他们早已将心思放在了宴饮作乐之中。我叫你们来，是想问一件事。何事？下这道法令前，你们可曾查过我的生平？孟婆与判官都说你有罪，本尊掌管地府诸事繁多，哪有时间去一一核查？好一个诸事繁多！既然如此劳累，那这转轮王的位置，你便让出来吧。哼，见过疯子，没见过这么疯癫的。区区一个贱鬼，谁给你的胆子说这种话？好得很。来人，将这个不知身卑的东西给本王丢进油锅里！我的手好疼啊！阎罗大人救命！我要疼死了！无用之辈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本命令箭为何同你如此亲近？老朋友，许久不见，死物上之护主，你们却连死物都不如。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卸去通身修为，滚出地府，要么我亲自帮你们。你以为懂点收服法器的技巧就能和我们抗衡了？当真是可笑！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何谓尊卑！怎么会？闹够了！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们曾经的主人。尊神，怎么是您？您不是在昆仑宿闭关清修吗？叔叔，你究竟怎么了？什么尊神，还不过是个……瑶瑶，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你们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来？尊神，我自知有错，可远远不到废除修为这么严重吧？是啊，尊神，我们侍候您多年，帮您管理鬼界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怎么能如此待我们？时间确实能改变很多东西，我竟不知什么时候奴仆也能同我讨价还价了。怎么，你们不服？你们是不是觉得不过是错判了几个鬼魂，不该受此重罚？很好，很好。痴语，冥顽不灵。
你们的冤屈，今日我来昭雪。将你们的过往说给这些有功之臣听听。我早已听说你在人界和鬼界做的事，你将无辜的人打入18层炼狱，仅仅是因为不小心碰到了你，你可知罪？谁让他们得罪我的？一群低贱的蝼蚁罢，怎能比得上我天生灵体？死了也是活该！孽障，你敢在尊神面前胡言乱语！娘，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群贱民打我！你不要可饶了！够了。俗话说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苏瑶瑶做了这么多恶事，那便让她将这些人受过的苦楚一一尝遍，方能赎罪。尊神，都是我教子不严，求您看在我侍候您多年的份上，留瑶儿一条命吧。我只是罚她去地狱体会那些人的苦楚，并未说要杀了她。可瑶儿还是肉体凡胎，她不是鬼魂，万万经不起18层地狱的酷刑啊！原来如此，如此便好了吧。350年，一日不多，一日不少。江叔，你如此狠心，你这种毒妇怎配做尊神？聒噪！从今日起，你们不再是地府公关，滚吧！江尊者，当初我们3人定下规矩，分管3界，互不干涉。可你如今的所作所为未免太过了。这些都是你当年亲封的地府正神，你怎能因他们犯错便废其修为，逐出地府？听说你还把一个地仙抽魂炼魄打入炼狱，实在不成体统。尊神，我自知有错，可您已经罚我去人间历练500年，还不够吗？如今您不分青红皂白，废了我们的修为，还将我女儿打入炼狱，如此蛮横专制，哪里是尊神所为？我们没别的要求，只要您恢复我们的修为，再放了苏瑶瑶就好。我没取走你们的性命，已是法外开恩，你们居然还敢来告状？就凭你们，也配与我提开恩2字？够了，江叔，我们来此不是听你羞辱旧部，你擅自废黜地府众神，扰乱3界秩序，已是大罪。他们为你镇守地府万年，就算有过，也罪不至此。你这般行事，与暴君何拜？不错，孟伟哥当年是你座下侍女，为你兢兢业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如今她不过是护女心气，你便将她修为尽毁，连她女儿也打入炼狱，永世受刑。江叔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多谢2位尊神为我等做主，我等跟随尊神万年，忠心耿耿，从未有过2心啊。可是尊神闭关万年归来，秦大便对我等动辄打骂，我女儿瑶瑶，我等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斗胆请2位尊神前来评理啊。江叔，你废立真旨已是越界，如今还不知悔改，看来你当真是被力量蒙蔽了神心。今日我2人便要在此地设立3界公审，当着地府万鬼之面，审一审你这万年来的功与过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可知罪？若你执迷不悟，我2人便只能替天行道，将你镇压于此。镇压我，就凭你们2个。江叔，你的傲慢正在将你推向深渊，我们并非要与你为敌，但你必须为你的所作为给出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们不是要评理吗？不是要真相吗？很好，语言是会骗人的，但时光不会。此物名为水镜，能回溯光阴，映照万物本源。我究竟是不是暴君？他孟晚歌是不是忠良？你们口中的旧部又都做了些什么？咱们不如一起看看，如何？不可以！尊神，万万不可相信他，这水镜是江叔的本命法宝啊！他身为尊神，法力通天，想要在自己的本命法宝里篡改一些景象，简直易如反掌。
我曾是他座下侍女，侍奉他近1000年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他想掩盖真相的手段多的是。如今他性情大变，更是喜怒无常。谁知道他会用这水晶捏做出什么来污蔑我等？求两位尊神明察，不能让他用这种不公的方式来定我们的罪啊！言之有理，既是你的法宝，难保你不会在其中动手脚。此事需有更公用的裁决方式。更公允的裁决方式。江叔，赤焰所言不无道理。水镜既是你的本命法宝，由你来施展，确有不妥。为了3界公理，为了不让任何一方蒙受不白之冤，此事必须有一个至公的裁决。哦，那你觉得该如何才算至公至正？既然是涉及尊神之位的争端，寻常的审判已然不适用。据上古神书记载，当3界出现最高层次的纷争，且无法以常理断定时，可启动一项终极裁决仪式——3界公审。3界公审，那不是传说中的东西吗？审判尊神的仪式，败诉者神格破碎，永世不得翻身。3界公审，裁决神明之罪，断定3界之事。此法一旦开启，再无回头之路。江叔，你可敢应下？3界公审，好啊。你既应下，便再无反悔的余地。公审即刻。等等，公审我可以接受，不过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还敢提条件？江叔，你莫要得寸进尺！若公审证明我无罪，那么今日在此的所有原告，包括他们，也包括你们2位，你们都必须接受我的处置，不得有任何异议。我的条件，你们是应还是不应？你好一个江叔，好，本尊应你。3界公审即刻开始，原告孟晚歌上前陈述。多谢两位尊神为我做主。尊神，不，江叔，我自您开辟地府之初便跟在您身边侍奉，数万年来，我掌管奈何桥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自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我？我那苦命的女儿瑶瑶，自幼便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她虽是地仙之体，却从未有过害人之心，只是性子骄纵了些，年少无知，在野鬼岭与您化身的孟婆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。我不忍女儿受辱前来理论，您却不由分说，废我万年修为，将我从孟婆之位上赶了下来。这也就罢了，权势地位我本就不看重，可您千不该万不该为了铲除异己，竟连十殿阎罗与明判官这些地府的肱骨之臣，如今也一并下场。您这是要将地府的根基彻底挖断啊！求两位尊神为我等做主，地府不能落入此等暴君之手啊！孟婆所言句句属实，地府掌管3界轮回，每日有亿万鬼魂涌入，事务之繁杂，远非外人所能想象。我等虽为神职，亦有分身乏术之时，偶日错漏在所难免。但这绝非我等玩忽职守，实乃治理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万年来，地府沿用旧制，虽有瑕疵，却也保得轮回运转3界安稳。可尊神归来，不问缘由，不查实情，仅因与苏瑶瑶的一点口角，便掀起如此大的风波。我等地府旧臣，皆不服，请尊神定夺。
就是这法宝，不过无妨。它只能回溯野鬼冥之时，正合我意。好强的护国之气，是凡间顶级的英雄。此鬼杀孽过重，怨气缠身，大为恶鬼，入无间炼狱，日夜受刀山火海之刑，不得超生。明判官，这位护国将军，你可认得？昊天，这就是你我所信赖的地府，这就是信誓旦旦喊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旧臣。明秦武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秉公执法。诸位阎罗，这便是你们的苦劳。苦劳？你们的苦劳，就是躺在瑶池，任由百万鬼魂哭嚎挣扎，就是抱怨我主人的传音打扰了你们的雅兴。玩忽职守，以致地府秩序崩溃，这确实是你们的罪过。但与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罪名相比，这甚至算不上什么。此乃地府府库掌办，记录着万年以来所有功德贡品的收入与支出。让我看看这些功德都去了哪里。你们不仅渎职，还敢侵吞公务！尊神，十殿阎罗罪大恶极，您明察秋毫，妾身……闭嘴！孟晚歌，你当年被我革职，真是因为一时疏忽吗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恨我，你一直都恨我。你既恨我女儿冒犯了你，既恨明清官和十殿阎罗与我交好，所以你就要毁了我。尊神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这是挟私报复，是罗织罪名，他是想我们这些旧部全部铲除，求尊神明鉴。原来如此。不是的，好一个忠心耿耿，好一个蒙冤受屈，孟晚歌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揭露了旧账，也该算算新仇了。贱骨头也配走在本小姐前面？做得好，这种不知尊卑的蝼蚁就该给他点教训。此事分神有业务。锅子，来人，将他拖入大牢，永生不得说话。杀鸡儆猴也好，免得总有不长眼的东西妄图教导我们母女做事。你也配跟我比？我儿做得对，区区凡魂也敢与我儿争辉，真是命比纸薄，死不足惜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根头。二位尊神，现在你们还觉得这仅仅是几个孤立的案件吗？区区一个凡魂毒妇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最恶毒的信念，贵贱有别。在孟晚歌和苏瑶瑶眼中，众生不是魂魄，是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。苏瑶瑶的残忍只是刀刃，而孟晚歌的纵容，就是把这把刀淬满毒药的土壤。江大人，小官明秦武，我一手提拔的判官，你本该是地府法度的执行者，却为了对孟晚歌那点可笑的旧情，用你手里的判官笔
粉饰成了贵族特权。因为在他明太武的世界里，功法不过是取悦上级的工具，受害者的申诉全被他打成了以下犯上。好一个判官，但单凭一个判官遮天蔽日，是他们，我清风的地府最高守护者十殿阎罗。江大人息怒，我们只是诸事繁多，一时失察呀。是啊，地府每日亡魂百万，我们实在看顾不过来。闭嘴！身居高位，享受供奉，却对治下的哭嚎充耳不闻。你们不是失察，是默许，是你们的官官相护和玩忽职守，为孟晚歌和明秦武的胡作非为提供了最顶层的庇护。从思想特权到司法便利，再到权力纵容。没错，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完整闭环的腐败体系，它像蛛网一样笼罩地府，每一个身处罪犯也是帮凶。现在，二位尊神告诉我，面对这样一张已经与地府血肉相连的腐败之网，我不动用雷霆手段将其连根拔起，难道要等他彻底吞噬三界落轮回的根基吗？江叔，此事是我等偏听偏信了。我固守所谓的程序与旧制，只看到你手段酷烈，却瞎了眼，没看出这地府的根基竟已被他们腐蚀至此。身为尊神，我险些成了庇护罪恶的帮凶，实在惭愧，还请赦我一礼。昊天说得对，我赤言自诩明察秋毫，嫉恶如仇，今日却被这群烂透了的蛀虫当枪使，差点就对你动手了。江叔，对不住了，你这明明是在刮骨疗毒，换作是我，早把他们全烧成灰了。是我错怪了你。二位能明辨是非便好，如今毒疮已破，剩下的便是清理。正义审判，你们真以为他江叔是在维护什么狗屁的地府公道吗？错了，你们全都错了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乎三界存亡的秘密。你们以为他为何闭关万年，清修淬炼神心，全是谎言。真相是，他的神心早在万年的枯坐中产生了裂痕。他强大、无情、冷酷，那不是因为他是尊神，而是因为他的神性正在被一种更恐怖的东西吞噬。他正在堕入魔道。他神心有损，三界将因他而毁灭。两位尊神，你们仔细想想，他一反常态，手段狠辣决绝，废修为抽魂魄，这哪里是神明的公正，分明是魔头的残暴。孟晚歌之罪，罄竹难书，但他所言之事，事关三界根本，不可不查。不错，江叔，为了三界众生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你必须澄清这个疑虑。江叔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证明。证明？我倒想请教一下昊天尊神，要我如何证明？抛开我的神心，让你亲眼看看是否纯粹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神心有损，我倒好奇一件事：我在昆仑虚闭关万年，所设结界，连二位尊神都无法窥知分毫，对吧？连他们都不知道的是，你孟晚歌，一个被我废黜修为赶出神殿万年的侍女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我猜的，我看你行事狠辣，所以才推测。推测？好一个推测！一个推测就敢当着三界尊神的面指控一位创世神明，你背后到底是谁？说，是谁告诉你的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说，不是我，是他告诉我你快不行了。他说只要地府乱了，你的神心就会彻底碎裂。他是谁？他是虚渊之主。江叔，这虚渊之主究竟是？虚渊之主，看来今天的公审要有新的议题了。江叔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这虚渊之主与你清洗地府有何关联？你万年闭关，难道另有隐情？你以为她一个小小侍女，如何能洞悉我的状态？除非是那个虚渊之主告诉他的。不错，我于昆仑虚闭关，从非为了清修，
昆仑虚之下，镇压着一道通往三界之外的混沌裂隙，裂隙另一头便是那虚渊之主，一个妄图将万物拖入永恒死寂的古老存在。万年来，我并非闭关，而是在镇压那地府的腐败。虚渊之力最擅长腐蚀人心，他无法正面攻破我的结界，便寻找薄弱之处渗透。而早已神心蒙尘、贪婪自私的地府，就是他最好的突破口。他放大他们内心的阴暗，搅乱地府，动摇我的神力根基。至于孟晚歌，不过是他用来传话污蔑我的工具。我早已察觉异样，若以尊神之身降临，只会让他藏得更深。所以我化身孟婆，亲手将腐肉挖出。我就是要将事情闹大，大到足以引来你们，大到足以让那个躲在背后的东西忍不住亲自下场。你们以为我是在审判他们？不，我是在钓鱼，而鱼自己上钩了。怎么回事？魔物是虚空魔物，管他是什么怪物，敢当着本尊的面撒野，找死！莫要大意，这些魔物带有吞噬法则。众神听命，立刻结阵御敌。赤焰，你我联手护住生门。该死，这些鬼东西杀不尽。江叔，你还不出手？省点力气，这些不过是探路的炮灰，正主在后面。江叔，你终于肯从你的龟壳里出来了。魔鬼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敢推本王，快拉我去推你的本王！现在大家都是凡人，谁还管你死活？别快救救我，我害怕！滚开！你这低贱的野鬼，能替本官挡死是你的福气。呸！大难临头拿弱者挡刀，这就是你们之前拼死护着的忠臣，真是一群软骨头！遇难弃族保帅，毫无神明之担当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竟会替这等烂到骨子里的垃圾求情！结阵！所有鬼魂按演练阵型，速速结阵！鬼差在前，吃盾抵御，善魂居中，凝聚念力，绝不能退缩。咱们身后就是轮回通道，死也要守住！兄弟们，别管我，捅他的眼睛！这些新鬼差法力微弱，却甘愿以魂体护道。好，你选的这批人够种，我彻底懂你的刮骨疗毒了。不，别吃我！同僚们，谁来救救我！救命啊！真不想救这没骨气的废物，让他被吃了算了。不可，魔物若在地府汲取神职血阳，裂缝只会开得更大。江叔，动手！我的地盘，轮不到这些脏东西撒野。多谢尊神救命，多谢二位尊神出手，小神就知道三位尊神大慈大悲，定不会放弃我等老臣。闭嘴，救你，只是不想让你的脏血污了地府的地砖。再敢豪半句，本尊现在就把你烧成灰！滚到一边去！你引蛇出洞，看来早知道会有这一天。知道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这虚渊之主比我想象的更沉不住气。这些低等魔物虽被挡住，但虚空裂缝不闭合，终究是三界的心腹大患。哼！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罢了，只敢派些喽啰来送死。江叔，正好本尊万年没活动筋腑了，接下来怎么打，听你的。先清场，再谈其他。你做什么，江叔？此事不可逞强。这里是我的世界，清理垃圾何须借用外人之力？去。吵闹。虚渊之主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。以一己之力调动整个地府的法则，这份掌控力，你我联手恐怕也难以企及。幸亏咱们刚才没动手，那帮蠢货还妄图拉我们下水去对付他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打吧，你们打得越凶越好，只要没人注意我，只要我逃出这阎罗殿，藏进人间，我孟晚歌照样能东山再起。
你们这群低贱的野鬼，聚在这里想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本座滚开！我可是孟婆，是地府的正神，谁给你们的胆挡我的路？惹恼了我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，全部下油锅！孟婆，你低头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身上还有半分神力吗？你的修为已经被尊神全废了，你现在连个最普通的游魂都不如，比我们还要卑贱。不，假的！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十殿阎罗绝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十殿阎罗，他们现在正像狗一样趴在里面磕头求饶呢。孟晚歌，你纵欲行凶，颠倒黑白，今天你的报应到了！滚开！别过来！看到了吗，江叔？看看你亲手创造的生灵，看看你誓死守护的世界。她曾是你最信任的侍女，却因嫉妒与贪婪心术不正。你提拔她，她回报你的却是背叛与算计。他们是你亲手册封的神，是你秩序的执行者。可万年安逸，就让他们变成了只知享乐的蛀虫。他们自己就已经从内部腐烂透顶。还有他们，你怜悯的众生，强者欺凌弱者，精明者算计愚笨者。他们贪婪、自私、愚蠢。我不过是轻轻吹了一口气，他们心中的恶念就疯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你耗费万年光阴镇压我，守护三界，得到的又是什么？是背叛，是腐朽，是无可救药的愚昧。这些生灵根本不值得你守护。放弃吧，江叔，你的秩序，你的世界，从根源上就是失败品。失败？你似乎对生命、对世界、对我所创造的秩序，有着根本性的误解。有光明，便会有黑暗滋生；有纯洁，便会有污秽沉淀。一个完美无瑕，所有生灵都循规蹈矩的世界，那不是一个活着的世界，那是一座精致的坟墓。你所谓的混沌与解脱，不过是妄图让一切归于死寂的尘埃。你根本不理解生命的伟大在于其不完美，在于其向死而生的不屈。你错了，虚渊之主，我没有失败。只要还有一个灵魂在渴望轮回，我的秩序就永不崩塌。巧言令色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那本座就亲手将你的世界，连同你这套可笑的理论一同碾碎。理论是需要事实来证明的，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生命的力量。江叔，你说的对，人族之所以为人，不在于永不犯错，而在于知错能改，在于面对黑暗时，依旧有人愿意化为炬火。哈哈哈哈哈！守护着鸟语花香的世界，可不光是你这地府之主的责任。想让一切归于死寂，先问过我赤炎的拳头。哼，现在才想走，晚了。三界归一，诛邪！不，江叔，你怎敢融合三界本源？轮王大人，咱们还有救吗？两位尊神还会为我们做主吗？会的，咱们毕竟为地府效力了万年，刚才又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尊神大慈大悲，法不责众，一定会保下我们的。江尊者，我为我之前的鲁莽与偏心，正式向你道歉。若非你运筹帷幄，引蛇出洞，我等今日怕是都要葬身在魔物的利爪之下，竟差点被这群蛀虫所蒙蔽，成了毁灭三界的帮凶。我自愧不如。这群软骨头，大难临头只顾拿弱者挡刀，居然还有脸在我们面前装忠臣喊冤！江叔，我赤炎今日也给你赔个不是。你这刮骨疗毒做得对，这帮垃圾你随便怎么处置，我与昊天绝无二话。你用水镜呈现那护国将军被冤杀的一幕时，我便已心生怀疑。待到亲眼见你守护众生，涤荡虚空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们错了，错得有多么离谱。我们安逸了太久了，久到以为靠着旧日的交情和表面的攻速，就能维持三界的运转。今日若非有你，地府不仅会沦为虚渊之主的乐园，我与昊天更是会成为三界的千古罪人。不管我们了，尊神不管我们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处理最后的家事吧。尊神饶命啊！
是小神有眼无珠，是孟晚哥那个毒妇，都是他蛊惑我们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尊神明鉴，我等也是一时糊涂啊！我们侍奉地府万年，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们有罪，罪该万死，我们愿意将功折罪，求尊神不要废了我们的神格，求您开恩啊！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孟晚哥那个贱人旧情难忘，才助纣为虐。我瞎了眼，我不是人，尊神，您杀了我吧！只求您不要让我魂飞魄散，我下辈子做猪做狗都行。尊神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愿为您做牛做马。尊神，念在往日情分上，饶我们一次吧！我们知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求尊神开恩啊！够了，你们都说愿意将功折罪，你们愿做牛做马，只要能保住神位与性命。是，尊神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很好，我便成全你们。我在此宣判，废除尔等神格，剥夺神位。你们万年修为不朽神躯，今日起尽数收回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不，尊神不要啊！我们的神格。至于你们的魂魄，将投入轮回，入畜生道。你们将在泥泞中挣扎，为一口食粮搏命，在默默无为中死去。你们将亲身体会弱者的无助，感受底层的绝望，品尝身为一条无足轻重的生命究竟是何等的悲凉与痛苦。这并非单纯的折磨，这是你们的赎罪，也是你们的修行。你们高坐神位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忘记了何为众生。你们根深蒂固地认为生命有贵贱之分，生命的确有高下之别，但这区别在于功德，在于慈悲。而你们的灵魂早已在享乐与傲慢中变得空洞不堪，连人之为人的资格都已丧失。只有当你们亲历百世卑微，当你们真正明白众生皆苦的含义时，你们深入骨髓的罪孽或许才能被洗刷干净。哼，去吧，去体验一下你们曾经视若蝼蚁的生命是何种滋味。下一个就是我了。不，尊神，杀了我！求求您杀了我吧，赐我一死！看在我曾侍奉您多年的份上，求您了！杀了你，孟晚歌，死亡是解脱，是终结。你犯下的罪孽，岂是区区一死就能偿还的？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身份高贵，生来就该俯视众生吗？你不是觉得野鬼岭那些孤魂野鬼都是卑贱的蝼蚁，连让你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吗？你最大的罪，并非贪婪，也非滥权，而是那份根植于骨髓的傲慢。你将生命划分3、6、9等，肆意践踏你眼中的卑贱者，并以此为乐。你毁掉的是地府赖以存在的根本——公平。所以，我不会杀你，也不会让你下地狱。不杀我，不下地狱，难道……我将废去你所有法力，但会完整的保留你的神智与记忆。然后，我会将你放逐到野鬼岭，永远。你将作为一个最普通、最虚弱的孤魂有鬼，在那里挣扎求生。你会感受到饥饿、寒冷，以及被强者欺凌的无助。你曾经看不起的那些野鬼，每一个都可能比你强大，每一个都能轻易的将你踩在脚下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将日日夜夜面对那10几万双眼睛，那些被你女儿害死的人，那些被你错判的魂，他们都会在那里看着你。他们的怨恨会像一层永远也洗不掉的污垢，包裹着你，渗透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不是最看重身份尊卑吗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地府最卑贱的存在。我重获的法力，我的修为！你们上前来。属下在。危难之际，临危不惧，护佑鬼众，当赏。谢尊神恩典。今日旧的地府已死，过往投胎轮回之路被身份、血脉、权势与人情所垄断，有功德者不得善终，无辜者枉受酷刑。只因尔等无权无势，便被视作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。但从今日起，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。我在此立下地府新规：第一，废除一切以出身贵贱、血脉传承为准的投胎法则，王侯将相与贩夫俑族在轮回路上再无分别。第二，地府所有公职，从奈何桥引路鬼差到阎罗殿主审判官，不再世袭，不再指定，
所有职位将向地府3界所有魂灵开放。第三，所有职位的选拔将以功德、能力为唯一标准。地府将定期设立生神大考，凡有能者、有德者，皆可通过考核晋升神位，执掌权柄。尊神万岁！地府新生！江叔，我向你再次道歉。我等身居高位太久，看惯了仙界歌舞升平，便以为3界皆是如此。我们关心法则的稳定，却忘了法则的根本是为了守护众生，以功德与能力为尺，破除血脉与出身的桎梏，这才是真正的公道。你敲碎的不只是地府的旧枷锁，更是我等心中早已僵化的神权观念。以前我以为治理一界靠的是绝对的实力与雷霆的手段，但今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力量是给予希望。我们2个这次真是大开眼界，地府有你是3界之幸，以后若有治理上的难题，还望不吝赐教。权力若无制衡，便会滋生傲慢；神形若脱离众生，便会变得盲目。我所做的不过是把倾斜的天平重新扶正而已。地府如此，人界、妖界又何尝不是一样？是啊，人界那些世代沿袭的仙官贵族，妖界那些盘根错节的宗门势力，看来今日之事，我们回去之后也该好好进行一番彻查了。3界看似分割，人为一体，一处生牛，他处必土。我们这便告辞，回去之后定要将那些藏在暗处的蛀虫一一揪出。不错，与其等祸乱滔天，不如现在就动手。江叔，后会有期。我将不再返回昆仑虚，从今日起，我的神座将永远设立在这奈何桥边。我将亲自坐镇于此，看每一个善魂转世，监督每一份恶鬼的判决。我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这片土地，直到时光的尽头。什么？你要永驻地府？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修行不在于昆仑虚的云海孤峰，不在于躲避世间的污秽，恰恰相反，它就在这奈何桥上，在每一碗孟婆茶里，在每一个魂灵或善或恶的轮回中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必不负尊神所托。张三，凡间行医50年，救死扶伤，功大于过，进入人道，来世享安康。李四，生前不仁，苛待佃户，然其子为国捐躯，功德相抵，入平民之家，需勤勉一生，方得善果。别怕，过了桥，喝了汤，就什么都忘了。下一世做个好人。尊神，地府千年，再无一例误判误罚，全在尊神坐镇。若想要一界清明，尊神必须时时查检。还好那日我路过了野鬼岭，还好我选择留下来为他们熬制孟婆汤，否则这地府还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。